妈，晚上吃什么呀？炸酱面。哎呦，爸，您赶快下来，千万别摔着了。哦，来，我帮您放，放哪儿？放这儿行吗？啊，行。还有这个，这些书啊，我就放的往外面一点，这也好拿。行。好，您甭管了啊，等会儿来帮您收。方明，哎，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啊？是啊，那会儿我们家还有一客厅呢，就在隔壁。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姐住在客厅的那一侧，我跟我外婆住在客厅的这一侧。哎，这怎么有一个废字啊？这是你的名字，我16岁的时候刻的，我可没骗你爸妈啊，我那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干嘛呀？我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我旁边。来，23，来。这样以后，咱们俩的孩子就能见证咱们俩的爱情。你干嘛啊？我还没刻好呢。先别刻了，别让我爸妈还问了，你干嘛？先别刻了。爸，啊，怎么了？哎，爸啊，咱家有开水吗？有啊，我给你拿暖壶。哎，没事，我跟您去。我奶奶本身就有高血压，麻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维持心率和血压的稳定，随时监测。她的心肺功能也不好，术中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或者心肌梗塞，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。王医生，我奶奶就拜托给你了。开颅手术我只做过1例，之前都是你来操刀的，要不还是你来。这个手术，瞿化不能做。你先去做准备吧。瞿化，奶奶的手术，你想做吗？我爸说的对，我不能做。之前妍妍手术失败，我有1年半没有碰过手术刀。如果这次手术再失败的话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进手术室了。我问的是，你想做吗？想，我当然想。奶奶的手术难度非常大，黄医生又没有什么经验，如果突发了什么状况的话，我担心我奶奶。那就别犹豫。如果今天生病的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来给我做手术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奶奶能说话，她也会跟我做出同样的选择。瞿
句话，您那么爱奶奶，那就承担这份责任吧。陈副厂长，我想申请明年工农兵大学的名额，这是我的申请书。菲尼同志，我听说你已经连续申请几年了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想上大学吗？因为我想学更多的本领后，回家棉衣厂做更大的贡献。副厂长，因为我喜欢读书，我喜欢写文章，我想当作家。我没有说当工人不好，我也挺喜欢织布，只是比起织布，我更想上大学。对不起，副厂长，我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，但你觉得自己错在哪儿了？这积极要求进步，努力的追求理想，怎么会是错误的呢？我知道，过去几年因为上大学的事儿啊，你没少受打击，你就把他们都当成对你的考验。关于明年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，厂领导经过仔细考量，也综合了群众的意见，决定推荐费尼同志去宁州大学中文系就读。我怎么还不愿意啊？不，我愿意，愿意。谢谢副厂长，谢谢副厂长。先别激动啊，这件事儿呢还要经过公示之后才能最后公布。但是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先准备着去大学报到的事儿了。谢谢副厂长。你的连环画连载马上就要停了，啊，别担心，这是一件好事儿。你的连环画连载之后，反响强烈，好评如潮。组织上决定，还是要出画册。谢谢叔，别着急谢我，就是有一点，组织上啊，还是想让袁老师做这个项目的牵头人。我知道你不愿意修改，没关系，你把底稿交给袁老师就行了。不叔，我之前你听我把话说完。第一，保证你的署名权；第二，袁老师的意见在咱们报社是很有分量的，只要你同意，报社马上给你转正。可以不转正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是替袁老师画画，才能留在报社。如果他发话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叔，我挺喜欢咱们这个报社的，我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我没有必要非得留下。行，你能耐，你可以不在乎这份工作，可是你的家人呢？你爸妈刚回来，现在工作没有落实，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。你
跟费尼就不想分到房子。方明，方牧阳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！陈副厂长推荐我去宁州上大学。真的啊？嗯，太好了。去宁州上大学，宁州坐火车得2天呢。没关系啊，我寒暑假都可以回来的。只不过，我如果去上大学的话，收入就会受影响，那家里面就都要靠你了。啊。嗯。费尼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今天副叔叔找我聊转正的事儿了，他说应该快了，转正了以后，没准还能给我分房子，咱们又能有自己的家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方牧阳，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日子越过越好。我也觉得。袁老师，我今天来是来跟您道歉的。哟，您有什么错啊？上次您对我的连环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修改意见，是我太愚钝，没领会到，所以我今天来想请袁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个是我的修改意见。那个纺织厂的女工啊，肯定是不能要了。按咱们上次说的，改成医院的女护士。事迹也改一下，改成她独自赶往灾区抢险救人，再安排她个感染之类的，能够体现她轻伤不下火线这种精神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故事的主角呀，要有普遍代表性。那个外科医生删掉，跟那个女护士重复了，还有那个国强也不够典型，也删掉。特别是这个对原型的陈述太赘长了，累赘删掉，也删掉。除了删改，我们还要有创造，要凑足10个典型人物的故事，最好有1、2个因为救灾落下残疾的，甚至献出生命的那些牺牲的同志。家里最好有2个不满5岁的孩子，得知爸爸牺牲的消息，不但没有哭，还坚强地安慰爸爸：“妈妈，你别哭，我长大以后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英雄。”只有这样，啊，才能打动读者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尽快把修改稿件交上来。好的，袁老师。哎，小花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徐化怎么突然决定亲自做手术了？是我鼓励他的。你，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会一辈子走不出来的。爸，如果徐化操刀都会出事，那黄医生操刀岂不是更危险？如果奶奶真的在黄医生手里出了意外，您觉得徐化这辈子就能走得出来吗？老曲呀，我觉得木槿说的对，我也相信咱儿子。没事的，来坐。哎呀，哎，老穆，来请吧。来，这就是江城大学数学系教研室办公室啊，目前科研小组在用。这几年
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小小的成果，总算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。老吴啊，你也给我安排张桌子吧，我也想学习学习新的成果。这个哦，您别有顾虑，学校虽然没有正式恢复我的工作，但是已经口头允许我参与进来了，还给我分了一间宿舍呢。哎，老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的项目组啊，有个特殊的成员。谁？方木镜。哦，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安排木镜去参与其他的项目。不用，他干他的，我干我的。啊。叶枫啊，叶枫啊，你一会儿见了人家灵异的师兄，机灵着点，听见没？那可是能帮你说上话的人啊！哎呀，我又不是没张嘴，不用他帮我说啊。叶枫，我好不容易才跟陈东华师兄攀上关系，争取了好久，他才答应跟你一起吃顿饭，你别不当回事儿。人家可是纺织工业局局长的秘书，你给我重视起来。知道了吗？陈师兄到时候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你在食堂的工作认真的、努力的在完成，但如果还有别的机会，你也想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好。拿着，就是你买的。行，行，走吧。走了，阿妈。妈，好好的。哎，我们走了。师兄，哎，莲叶，师兄久等了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爱人叶枫，就是在食堂工作的叶枫同志吧？哎，对，陈师兄，这是给您带一些东西啊，放这吧。哎，坐。小叶，你也坐。好。来，喝点汽水。谢谢师兄。小叶，我自己来就行，谢谢。哎，林叶，我回学校的时候，可听徐老师夸你是个才女，说咱们系啊这么多年写文章最好的，一个是我，第二个就是你了。徐老师抬举我了。哎，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。我看过你写的文章，很不错，比我们局有些笔杆子都要强。我听说。你毕业以后，准备去江棉衣厂的宣传科工作？是。吃菜，小叶也吃。对，厂里已经同意接收我了。好事啊，好好干，在基层锻炼几年，有机会啊，调到局里去。谢谢陈师兄。不过师兄，我的工作倒是不着急，如果有别的机会。您看能不能帮叶枫调动调动？他往哪儿调动啊？换个食堂？陈师兄，叶枫之所以暂时在食堂，是因为江棉衣厂没有合适的岗位。叶枫妈妈之前也主持过厂里的生产工作。他对轻工业系统的业务都比较熟，他也自学了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。如果有出纳之类的工作，您看能不能？哎呀，行，这个事我考虑考虑。师兄，我敬您一个。小叶也喝。我去一下厕所了。好的，师兄。
陈东华，你那么扒他干什么呀？你一个女同志，低三下四多难看啊！我低三下四，叶枫，你搞清楚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工作？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呀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会什么财务，他就算给我调动了工作，我也干不了啊。不会你就学。难道你打算在食堂打一辈子的饭？在食堂打饭怎么了？当初我不愿意去，你们都劝我去。我现在好不容易在这干上手了，你又让我干什么财务？我告诉你，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你也不用求你那什么师兄帮我，我不稀罕。回来啦。是不是聊得挺好的呀？一下去了这么长时间。就那样吧。哎呀，什么叫就那样吧？你脑门子汗呢？你又去打球了？哎，就打了一小会儿。啊？什么一小会儿啊？你不是徐建林一个师兄了吗？怎么去打球去了呢？妈，那个师兄啊，师兄特别看好他。是吗？吃了饭以后，叶枫陪师兄打了会儿篮球。师兄说叶枫人聪明，在食堂打饭屈才，让他学点财务方面的知识，将来有机会调到出纳岗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不愧是局长秘书，会眼识人呐。叶枫啊，你给我好好学啊！你不要辜负了领导的一片期待啊！师兄还推荐了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，你都看看。这本是会计原理入门的教材，这本是珠算的基础教材，加减乘除里面都有。这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，你都看看。还有这把算盘，是我特意去买了送给你的。你多背口诀，多练习，估计1个月就能熟练了。我努力啊。什么叫努力呀？是保证要学会。林一把路都给你铺好了，你只需要迈迈腿的事儿。以后不许再打篮球了，打算盘珠子，听见了没？认真学。奶奶，你醒了。小花，你给奶奶做的手术是我。好。他是谁呀？奶奶。奶奶。哎。他是我的爱人，方木镜。啊，奶奶。方木镜，好听啊，好听啊，这个名字好听。木镜，你想不想听我讲妍妍的故事？想。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我当时就站在这里。当时的景色和现在一样，花都是开的。他也像花一样，从对面走过来。然后，他就成了我的初恋。再后来，他得了脑瘤，情况非常危急，是我给他做的手术。
就是因为这台手术，我的爱情和事业同时失败了。我承认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真的有些恍惚，我以为他回来了。我最开始和你接触的时候，也确实把你当做了他的替身。虽然我救活不了他，但起码我能对你好。我这个替身还称职吗？不称职，一点也不称职。你太耀眼了，你当不了任何人的替身。你就是你，是方木镜，也是我的妻子。我知道，你起初嫁过来，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好。我以为你不会爱上我，我也不会爱上你。但是我错了，方木镜，我爱上你了。这里是我和妍妍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现在，我也要正式和她告别。回到江城以后，有些书我想搬到你宿舍去，来帮我当苦力吗？没问题。你还画呀？你都画多少张了？我又不会变，我就长这样。你长得是一样啊，但场景不一样。我还没有画过你在这个家里的样子。等你去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想你的时候，就能拿出来看。我是去上大学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那你一个学期4个月，太长了。先别学了，等入学以后再学吧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都11点多了，把爸妈吵醒怎么办？没事，尽量的就行。上课。去把窗帘拉上。像这个故事，咱们要是能反过来。陆教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不就回来了？我们都是翘首以盼啊。哎，秋华奶奶的手术顺利吗？非常顺利。那就好啊。那我先工作了。好，哎，孟老师啊，你看，这里面有几篇论文，您可以看一看。虽然和你的研究方向不同，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啊。啊，吴静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穆山河老师，是咱们江城大学数学系的前辈，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。你好，汪老师。穆老师，以后请多多指点。大哥，马上到了啊！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出去啊！啊，将军。
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杨明军，出来！跳马垫一下。刨平过去，那个，就，来，观其不语，真君子啊！老刘，你说的没错，真君子，我听见。这，走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，让你走齐呢。哎，大哥，走。哎，你象棋下的这么好啊！你儿子已经够厉害了，你比他还厉害呢。那是我教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也教教我呗。啊，行啊。这样的啊。我这人也不占小便宜，你呢，教我下象棋，我教你打太极。打太极呀？穆老师，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，主要是关于孪生素数方面的。放那儿吧，等我看完了会找你的。刚才去宿舍找你，你不在，还在忙啊？快好了，等我一下。那我等你一起回家。汪老师，关于孪生素数的问题，我已经标注在上面了。这位是你的新同事吗？怎么以前没见过？这是我妈，穆山河。穆静，既然已经在一间办公室了，你就跟妈低头认个错，毕竟还是一家人。你不了解我妈，她的性格，这辈子最难容忍的就是背叛。你那会儿也是特殊情况。谁没有特殊情况？当年我爸要去云南，我妈只要跟我爸划清界限，就可以继续待在大学。可她二话没说，收拾东西就跟着去了。方牧阳初中刚毕业就去插队，他只要写份声明，起码可以多读2年书。可他也一声不吭的就去了北大荒。只有我。
您这太极打得越来越有样了。我现在是费氏太极拳的传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可是你们家祖传的拳谱啊，你爸传给我了。哎呦，这可是他的宝贝，您可得好好学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会珍惜的。爸，您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拳谱啊？哎呦，我这还没学会走呢，你就想让我跑啊？我说的不是打拳，是画画。您看啊，您教我爸，教刘叔，随便一教，他们就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。我就觉得您只是教他们，就有点可惜。我觉得呢，你可以把你的那些心得整理出版，让喜欢绘画的年轻人看到你这些指导啊、建议啊，这是不是很有意义？飞民，我跟你说的我也不太清楚，你能理解多少？这些呢，是我过去零零散散写的一些东西，你可以先看看。另外，这些画你得看，你整理我的东西啊，对中国绘画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了解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好，我认真看看。我要是有不懂的，我就问方淼。哎，你可别问他，他小的时候学画就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他那水平不行，有问题问我啊。什么都不用问，爸。现在坐在你面前呢，可是马上要到中文系报到的大学生，让他给你当笔杆子，太大材小用了吧？我没说非你，我说你那画不行。我画画水平不行，也是您教出来的呀。我教你的是国画，那是大写意，你好，你画的是连环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靠画连环画赚钱。你要是把国画画好了，一幅画能挣10本。想当年我一幅画那是别人拿车来。1上1，2上2，3下5除2，4。接着打呀，加4。4我不记得。这么久你就学了3个数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你给我拿这些书，我真的是一个字儿我都看不进去。你是看不进去还是不想看？但凡你能把打篮球的时间拿来看书，那不可能。我们球队现在虽然解散了，但这个球我还是要打的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这样后半辈子打算怎么办？我好好当一工人，怎么就没出息了啊？这些你还算你算？叶枫，干什么呀？你打算一辈子论大勺啊？我就宁可论大勺，我也不算这算盘。谁算谁算。林毅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回头我去好好跟他说说。不错呀。我刚写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几处，不太好，我就自作主张改掉了。你觉得还行是吧？改得好，很具体，也很准确。那以后我就每周1、3、5下班回来就是咱们的工作时间。行，就这么定。好，哎，爸，
上次您跟方明说，连环画不如水墨画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其实连环画也挺有意义的，而且方明他很用心。哎，家里应该有底稿，我找给你看啊。啊，我看看。这个是他画的吗？是啊，不错呀。一看这画有生活，不错。